OK， 好，今天我们来到就是我们的这个 Automatic 的这个 Data Ray 的这个 Podcast。然后呢，我发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上一次我们有个口号，人民是老板。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做老板，因为做老板我讲真的有风险在。所以我是建议我们下一次我们要做股东，因为股东下面我们可以问老板到底在做什么东西，然后我们现在有什么福利，我们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福利。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这一个 YB Anthony Loh， 我们的马来西亚交通部长来到我们这一边 podcast 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一下现在的一个福利，还有以后会带来的福利。OK， 好，你好。OK，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如果我们是在城市，在比较中部的地区，我们马来西亚的驾驶者就面对这一个 traffic congestion， 就是很塞车的一个问题。我想在目前为止，你们到底有什么改善的一个措施？然后在长远，你们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改善，就是策略。好，马来西亚的这个堵车的问题，或者塞车的问题，是几十年的问题了，也不是今天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肯定是每一天都增加的，因为我们每一天的这个车的这个数量都增加。从去年我们车卖81万台新的车，每一年平均都有大概60到70万台新车，所以每一天都有新的车在我们的路上，加上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的系统呢，我们是只有增加没有减少的，因为我们的车一旦你买了过后注册了过后，你没有限制说你用10年、15年，我们没有这个 end of life policy，所以你可以用到20-30年都可以，那辆车你可以去修就可以用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数量呢，有增加没有减少，所以肯定用车的人越来越多，就造成我们的这个堵车的问题越来越更严重啦，所谓的肯定政府的措施就是要鼓励民众用公共交通，特别是在大城市，在吉隆坡，我们有不同的这个铁路的发展，我们有 LRT 有 MRT 有 monorail， 所以都不停的增加，今年年尾我们就增加多一条，就是 LRT Shah Alam，就是从 PJ 到巴生，有多一个选择了，因为其中一个最塞车的地方就是 Federal Highway 嘛，对，那个是塞了几十年的，每一天早上也好，中午也好，下午也好，都会塞的 Federal Highway， 所以现在一旦这个 LRT 3跑了过后，你有多一个选择，你比如说你从巴生你要来吉隆坡，你可以用公共交通，不用开车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政府的一些措施，能够减少人民用车的这个数量，但是马来西亚没有一个政策说我们限制人家买车，因为我们有一个汽车的这个 industry， 对，我们从80年代我们发展 Proton，就是有汽车的 industry，所以同时我们也要这个汽车行业可以带动经济，对，所以我们没有限制。为什么？比如说没有说 discourage， 就比如说新加坡政府它控制那个车的这个数量，对，它第一你必须要有那个 COE，你那张 COE 比你的车更贵，对。第二，它有这个限制10年，限制10年，所以它就不是很鼓励人家买车，但是马来西亚没有这样的政策，因为我们的考量不同，所以我们希望说你可以买车，但是比如说你是上班的，你去上班的，你有其他选择的，你可以用其他选择，那辆车可能是给你可能是周末你去用，可能因为我们国家比较大嘛，你从吉隆坡你要去北部或者去南部，你可以用你的车，在周末的时候，上班你有其他的选择，你可以用其他的选择，所以这个公共交通我们一定会继续的鼓励，第二，我们最近有做了一个措施，就是工程部做的措施，就比如说早上某些特定的一些公路或者 highway，我们有这个 road ban，不给这个中型的这个车，比如说罗里，进来城市，对，从早上7点到9点，这个在之前不是已经有了的吗？之前也有了，现在更加多，就是更加多的地方，更多的地点会实施更多的这个政策，更多的 highway，我们都知道哪一条 highway 它进入吉隆坡社区，比较塞车的，现在我们有这个所谓的 road ban，早上那2-3个小时就不能够允许他们进来，所以这些就是一些短期的措施了。所以那个是工程部在进行的，工程部已经落实了，已经落实了。对，OK， 这样子的话，刚才你有提到就是vehicle end of life，OK，就是一个汽车的一个总结的，就是报废政策报废政策。这样子在这一方面你有什么就是一些规划？我们目前政府做了决定，没有不会落实这个政策。因为几年前其实有做过一些调查或者做过一些 study 的。但是每一次在媒体一讲出来，就肯定每一个人都会骂的。就是说，如果你要想，比如说你在
马来西亚，你说你要10年就限制，就不能够上路了，人家讲，我买那辆车，我供9年，供完了那辆车，你就不给我用那辆车，对，就肯定讲不过去嘛。对，所以这给大家一个肯定说，没有这个政策，暂时没有这个政策 ，OK，但是并不是代表我们永远不考虑这个政策，因为国家越来越进步的时候，肯定你的要求也比较高，你对安全措施的要求也比较高，对对，我们未来那个整个，比如说现在环境的要求也高了，因为你旧的车肯定你的 emission 也高，对，你的排碳比较你的排碳比较高，所以未来肯定这个也必须要我们去考虑的一个政策，但是并不是说你政策一定要定在10年嘛，你可以定一个比较那个门槛比较高的，一个或者一个比较低的门槛，新加坡是10年，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跟10年，你可以考虑25年、30年等等，所以这个是慢慢去考虑，并不是说现在要落实，但是以后有没有这个必要，可能社会越来越进步，你的国际的那个要求越来越高，环境的要求高，安全的要求高等等。所以我们就慢慢必须要去考虑，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为什么没有这个条件呢？第一，我们很多，比如说郊区，很多郊区它还需要一辆旧的车。对，你看比较旧的下郊区都很多旧的车，因为它的那个用的范围不是很远。它通常都是比如说它在郊区，它在可能在一个新村，它去咖啡店啊，去医院啊，或者去一些靠近的地方，它还需要那辆车。对，所以我们考虑到马来西亚的这个环境，它不单单是城市，城市如果比如说我们限制它私人车，它可以用公共交通，但是在郊区没有公共交通，没有巴士的服务，对，e-hailing 都没有，对，因为 e-hailing 都不会去到郊区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考量，所以马来西亚的环境不同，所以这方面我们必须要去慢慢改善，改善了有那个大环境有了才可能会考虑这个 end of life 这个政策。OK， 这个也是有好有坏啦，不过就是要比较符合我们马来西亚的民情，就是实际上的用途，就是像 YB 讲的，可能就是我们在郊区，他们那一辆旧车，它可能一个星期都行驶不到30公里，对啊，所以就是对他们还是需要一辆车，就可能去看医生啊，去买东西吃啊，买家庭必需品啊，这样 YB 我有一个延伸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我记得大概在15年前左右，政府就有一个政策，就是老车报废，然后政府可能会给一个津贴去更新一个车子。像目前来讲，政府是不是会有一个类似的政策？因为像你刚才讲到，有一些车子可能它的安全性已经是不符合现在的趋势，或者是它的排放比较高，所以会不会有这样子一个政策去推动国民就是换一个比较安全或者比较低排放的车？当然我知道现在可能好像像 Proton 有类似的政策，对，这样子之后会不会再推广到其他的品牌？对，你问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昨天我刚刚也讨论这个问题，宝腾的确有，宝腾我也是去 launching 1-2个月前，就是宝腾现在比如说你用一辆旧的车，15年以上的车，对，你就交给宝腾，他就给你2000块的 rebate，对，就是给你2000块，你买一辆新的车 ，Proton 任何的这个 model 都可以，但是必须要是宝腾啦，所以加上我去 launching 的时候，我讲我给多一个好处给你，就是第1年的这个路税免费。如果你买那辆车用那个 program， 加上我们有配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也对我们的环保非常好的，就是很多人现在面对这个旧车，比如说你那辆旧车呢，你要去卖掉，你不知道怎样做，对，很多人说，我就宁愿就是放在一边，就造成了很多问题，社区的问题，对，很多的环境的问题，那些 abandoned car，对。就是放在你的路边啊，你有时候你的邻居都会投诉，所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地方，甚至政府面对很大的问题。吉隆坡、雪兰莪州、槟城、柔佛这些大城市都面对同样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 solution 了，我们的 solution 怎样呢？政府已经给了 license 给这些 AATF， 就是去处理这些旧车的一些公司、一些 workshop。目前已经落实了的，已经跑了的，有一间在石门业，在雪兰莪，叫做 Carmedic，这个公司呢，它就是比如说你收了一辆旧车，你交给他，他会帮你做一个 deregistration， 因为很多人担心说，如果你有一辆旧车，你卖给这个蓝铜蓝铁，他就没有帮你做那个注册，对，取消你的注册，对，那辆车法律上还是你的，如果那个烂铜烂铁他拿去装一个 rebuild 的车，那辆车其实那个注册还是你的，对，所以你就有一个风险，那个责任还是有在啦。JBJ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系统，就是 deregistration，以前其实没有这个系统的，这个系统这1-2年前才有，我们以前说JBJ 我第一次做部长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讲比较普通的概念呢，他讲一个人
人你出生，你有报生者，你有报死者，一对个人去世也必须要报死的。对，啊，你去世了，你要去注册嘛，对对对你的后人要去注册，对你是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但是车是没有的，嗯车你注册的时候你有一个牙栏，但是如果那辆车你不要用了，你没有所谓的报死者，对，没有去注销它，没有那个 deregistration，但是现在这个有了，嗯现在已经有了这个我们叫做 e-direct，e-direct 就是 e-deregistration，就是帮你那辆车我废掉你的注册，就是说在我们系统里面那辆车已经没有用了，已经是没有注册了。然后也不是按照我的名字了。也不是按照你的名字了。所以整个系统现在我们都有，包括那个 AADF，就是帮你处理那辆车。那辆车的处理的方式呢，跟烂铜烂铁不同。它首先它必须要去分开它的 component。大压是分开的 ，battery 是分开的，它的 engine 是分开的。过后才来破碎那些 engine 等等。才来去销毁它啦。过后他就去卖掉那个烂铁了，当做烂铁来卖。所以这个政策，这个公司现在也跟 Proton 一起合作。所以 Proton 的收到那些旧车就是交给他们。所以刚才回答你的问题 ，T-Check 有，宝腾现在有。所以明年我也希望跟更多的这个品牌来合作。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incentive。因为第一，如果比如说一些可能是好像我们的年纪40-50岁的，可能你的父母亲或者你的老爸，在你的家乡可能还有一辆旧车，对，或者你的孩子找到钱嘛，找到车嘛，所以希望你的老爸开一辆比较好的车，那辆旧车就卖掉咯，对，就是拿来换嘛，对，所以我们要鼓励这样的一个措施，对，就是有时候会想到，对一辆车好好放在那一边，你叫我卖2000块，我又不舍得。不过你放在那边，它又生草。对，但是如果你比如说现在有这样的一个system，第一帮你处理，第二帮你取消那个那个注册，第三还有钱拿回，帮你换一辆新的车，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incentive。所以我们用的这个 approach 呢，就是不是强逼，如果我们用那个 end of life vehicle 讲你就强逼我，对，你就逼我一定要不能够用那辆车。现在但是我们没有嘛，我们是用 incentive 的方式，对，来鼓励你。所以现在就是其他的车商他们有没有想要响应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我昨天才得到他们的报告说，宝腾的这个反应不错，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样好的反应，我就可以鼓励其他的车商就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对他们的这个销售也好，因为的确今年的这个 car sales 已经比去年跌了一点，对，目前为止应该是它 MMA 都公布了，它到头半年比去年已经跌了差不多18%，18%到15%左右。所以你要 boost 那个 sales， 你要怎样呢？你必须要有一个新的一些东西出来嘛。对，所以你要 boost sales 就是通过可能一些 incentive 呢。其实这个 incentive 我觉得你也帮助到政府，对，我们也可以跟你配合，我们还可以加上看一些什么政策可以鼓励你的，就好像我刚才说的，可能你用这个 program， 我们就是1-2年不收你的 road tax，这个也是对，这个是最起码政府可以做到的东西。对，因为我是觉得不应该由政府去贴这一个 incentive，对 incentive， 我们也没有这个拨款来贴，对，因为卖车的时候是车商赚钱，对呀，没有理由就是我们收车的时候要政府去给钱。以前因为以前这10多年前，当这个政府做这个，当时是5000块，对，5000块，对，宝腾还是政府的，当时，对，可能还是政府的拥有的，现在已经卖了嘛，现在也是私营化，所以私人拥有了，私人公司拥有，所以好像你说的，我不可能用纳税人的钱，来补贴你来买新车，这个赚的钱都是 car manufacturer 嘛，对，所以但是 car manufacturer 应该跟政府配合，我们给多一点的 incentive，但是你必须要出一点，对，因为你出那个钱其实也是从你的那个 car sales 那边拿回来的嘛，对，因为你通常你很多新车，它可能都会给 discount 嘛，对，你就当做给 discount 了。对啊，因为新车你上5000都会有的啦。对没有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在那个鼓励之下，你做不出来的。对。OK， 这样子 YB， 接下来我有个问题我想问啊，就是关于马来西亚这个道路安全的部分啊，就是可能有一些 report， 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车祸率可能是东南亚国家，甚至可能是亚洲国家里面最高的，就是政府会不会有一些政策可能去降低这一个车祸的发生率，然后加上最近这一个商用车可能那种 truck 啊什么发生车祸的这一个比率也比较高，就是政府有没有什么 solution 去解决这一些问题吗？我们都有一系列的这些措施，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道路安全的问题。的确，道路安全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议程。车辆肯定的那个安全措施，我们不停要增加。不单只是私人车，甚至这个 commercial vehicle， 就是重型的这个罗里啊、巴士等等，我们都不停的增加。
比如说我们其中一个新的 requirement 就是放一个 speed limiter，就是每一辆车这个商用车，就是巴士也好，罗里也好，它都必须要放一个 speed limiter，就是我们规定就是它不能够走或者这个开超过90 km/h， 不能超速。不能够超速，所以一些新的车已经有了这个 speed limiter，就是已经开始实行了。旧的对已经开始实行了，所以我们现在给一些旧的车，它也必须要安装，我们给它时间了，肯定会给它时间来安装，但是必须要有这个 speed limiter，因为其中一个我们觉得最危险、造成最多意外，特别是商用车，特别是罗里或者巴士，最大的这个因素呢，就是超出开太过快。对，就比如说最近发生在 Greek 的这个死亡意外，15个学生去世在那个意外里面。为什么它会发生这个意外呢？就是那辆巴士，第一它是下坡，下坡它的那个速度呢高达117个 km/h， 我们的分析出来，超速啊，它的应该是那个地方最多是80，因为你还是下坡。对。但是你走到117，你还是下坡，所以一旦那个下坡加上那个地方很暗，看不到，它一个 corner， 它可能是 lose control， 失控了，它倒下来，那就是造成10多个人。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这个 Plus Highway 开车，我们开着110可以看到那些 bus 啊，或者是罗里啊，对，它可以跟我们的车，它的速度肯定不止110。所以现在我们做这个 speed limiter， 第一，这个 speed limiter 虽然它是一个 device， 这个 speed limiter，但是我们往往马来西亚面对最大的这个挑战是什么呢？你有这个条例，你有这些技术，但是往往很多人都知道怎样去破这个技术的，破这个 device 的。他会去 overcome 这个东西的，所以现在我们给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给这些公司，如果任何人抓到，你是 tempered 那个 device，你不根据那个规定的话，我们就是取消你的注册，取消你的那个 permit， permit 会直接被取消。对呀，我们就是现在我们加上除了 speed limiter， 我们也要看 GPS，GPS 的规定是每一辆这个商业公司、商业车都必须要的，但是有一些也没有安装，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想怎样来比较 integrate 这些资料，比如说每一辆车的这个 GPS， 它怎样来 integrate 在一个系统里面，我们就是可以 monitor 到。所以任何这个车辆，任何巴士、商用车，如果它超出这个 speed 的话，它肯定就是要面对惩罚。所以我们必须要很严格来处理这个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考虑要放这个 telematic， 因为其中一个原因，这个司机那个 attention， 对，还有他打瞌睡，或者他休息不够，对。或者他累，所以这些都是技术可以解决的一些问题。所以可能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就是，也是要 compulsory 每一辆巴士、每一辆这个商用车呢，就是放这个 telematic。这样子，我们会不会推行一些政策？可能像日本还是像中国这样子，就是如果是长途的这一个 lorry driver 或者是巴士 driver， 他们有一个限定的工作时间，其实都有了的，其实已经有了，马来西亚都有了的。第一，他一天他有限制。它应该是8个小时，OK，加上它开了，比如说你超过300公里，你比如说长途巴士了，你超过300公里，你最少必须要有2个司机的。这些条例都有了的，但是马来西亚的问题是什么呢？有时候很多条例，但是我们的那个不遵守，第一不遵守，加上我们的那个可能 enforcement， 很多人批评我们说你的 enforcement 不够强，所以他不会害怕。对，所以他很多时候觉得可能就是马来西亚一般的人就是认为我就可以解决的，我可以 settle 的，什么都可以 settle 的，什么都是可以 settle 的。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就要改变了。所以现在我们是在交通部里面，我已经很警惕的告诉所有人，这些东西我们不会妥协的。因为这些是人命，对，你是安全。如果现在任何公司被抓到，我们是很严格对付，不单只是对付那个司机，我们对付整个公司。首先，我们也从去年开始，我们也 suspend 了很多 permit，甚至有一些 permit 我们取消了。如果那辆巴士最近，比如说有一个长途巴士公司在 highway， 他被抓到，被人家 dashcam 拍到，他就很快的这个速度，他 overtake 一辆车，过后那个司机还不是很不礼貌的。用一个手势，对那个人拍他的，那个 video 我们收到那个 video 过后，我们马上 suspend 那辆公司，不单只是那辆车，整个公司所有的巴士都不能够上路1个月。所以很多网民觉得交通部没有 take action 吧，其实是有的。有，我们 suspend 他1个月，加上那辆车的 permit 取消。对，所以那辆巴士不能够上路了的。
这个是蛮严重的惩罚来对，的。所以很多人认为我们没有采取行动，这个是错误的一个想法。我们采取行动到那些人也给我们压力，包括一些罗里工会啊，有一些设计啊，都常常说要示威啊，要拉布条等等的。对。所以这些我们都不理会的，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去硬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硬。这样子接下来就是想问一下 YB， 就是自从那个 AWAS 系统，就是已经有部分的地方开始实行了，这样子在那一些路段就是超速的啊，或者是发生车祸率有没有降低？就是对于提升这个道路安全的部分，它肯定它会有某个程度一定会有帮助，但是 AWAS 它的问题，这个 AWAS 以前就是 AES 嘛，AES 就是很多人当时为什么我们也反对？当时我们也反对 AES， 为什么呢？因为它私营化整个 enforcement，他给一个私人公司，政府当时跟政府给一个 concession，给2间公司去安装这些 camera， 这些 camera 它怎样的成本，它怎样拿回来呢？就通过沙曼，他拿一部分的这个沙曼的这个收入，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方式是错的。所以当年我第一次2018年做部长的时候，我就取消了那个 concession，它满期过后我们就没有继续了，就是整个 concession 我们就 take over。所以现在所有的 camera 都是 JPJ，只有 JPJ 去 maintain， 还有 JPJ 去出那个罚单，没有私人公司去参与的。所以现在马来西亚整个在半岛了，沙巴沙捞越没有，只有40多个 camera 嘛，对，不算是很多，因为很多地方它是来回远远才有一个。比较新的地方我们放在哪里呢？就是放在那个 Menora Tunnel，Menora Tunnel 就是从怡保去瓜拉冈萨，下坡的那个地方最多意外的。对，所以现在我们有安装了那个 camera，你问我有没有帮助？肯定现在我们安装了那个 camera 就意外比较少了。因为我们知道那边罚最多沙曼的就是那边。对，你这样讲，我才想到我在那边被人家撞过。我在那边一天，我可以在你的这个平台给你一点的这个内部消息了。每一天单单那个地方超过1000张沙曼，那么多啊！每一天，因为有了那个 camera 还是这么多人，因为它下坡，那边应该是80而已的，对，只能够走80而已。每一天超过1000张沙曼，很夸张，每天1000张。对，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放 camera， 你可以想象，更加无法。我们有 camera 都这么多人去 overspeed， 如果没有 camera 的话，那个问题更严重。所以我们不是乱放的，也不是乱说要为了赚钱，政府绝对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赚这个沙曼的钱。我也非常小心说，我知道这个很多公众人士对这个系统有很多的保留，很多的疑问，很多的这个批评。所以我们放这个 camera 是放那些固定真的是危险区，放那个 camera 希望，因为人性都是这样嘛，你看到有 camera， 你知道那边会抓你的，你就会慢下来。对。所以我是莫名其妙，就是觉得明明我们都知道，都告诉全世界都知道了，那边有 camera 了，有牌了，有高速牌了，还有这么多人去犯规。对，最后想问的就是那个关于安全带的部分，这样子现在政府会不会强制，就是可能一台车就是载5个人，5个人都要 seat belt？其实这个规定都有了的，OK， 这些 regulation 都有了，在我们的这个交通法令都有了的，只是说这个后座的，后座 passengers 我们没有真正去责罚，OK， 现在开始责罚的是巴士，长途巴士，长途巴士我们已经开始了，就是强制要绑带，一定要绑带的，特别是那种，因为也是有分，因为有一些巴士它是某些年份的巴士，之前它没有这个安全带的这个 facilities， 但是有了那些安全带的巴士，它一定要带这个安全带，所以现在我们 JPJ 已经开始去执法，怎样执法呢？我们就是便衣的这个官员上去巴士，你不知道那个官员在巴士里面，首先看那个司机有没有做这个报告，因为我们抢着他，你一定要做报告，就好像坐一辆飞机，你坐飞机，对，一定有那个安全带的那个 demo， 一定要做的嘛，这个是规定来的嘛，你不做那个，你就是违反了那个规定了。对，所以我常说，我们做这些措施不应该有人去反对的，因为这个措施是为你的安全的。你坐飞机你没有投诉的，你坐飞机你要绑那个安全带，没有人会投诉的。你不会站起来说，哎，我不要绑那个安全带，你不会的吗？对不对？对。但是为什么你坐巴士你不能够根据这个规定呢？所以我们慢慢要改变那个 mindset，人的 mindset。你坐一辆飞机跟坐一辆巴士一样的，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道理都是一样的，都是有风险的，都是有危险的，所以绑安全带是为了你好。所以回到你的问题，现在长途巴士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在这个 car passenger， 其实这个法令都有了，要不要去实行而已，这个是肯定我们考虑到一些 practical， 所以现在我们也鼓励你尽量去带这个安全带。我们这个安全带呢，你不要看它是一个 regulation，来考虑，你要考虑到你的那个安全，那个安全带是帮助你吗？对，就好像超系这样，我们几年前我们谈超系啊，好，超系很多人都骂我啊，为什么你没有其他东西做啊？要放一个超系这样的一个规定出来，增加我的负担。哎，这个是为了你的孩子，小孩子的安全，小孩子的安全。每一个
的每一个报告出来，你看很多的意外。对，如果有小孩子的意外，整个小孩子飞出去。飞出去，对，因为没有那个敲息。对，网络上已经很多这种影片了，就是真的是没有敲息不绑带，一车祸小孩子就飞出去。对幸运的话，所以他可能还有救。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有更多的醒觉嘛。这个并不是说政府强逼你做的东西，这个是为了你自己的安全，不是为了政府做，是为了你自己做。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也希望你们平台也多宣传这些讯息，就是让他们了解 safety is about yourself，it's not about government。有没有3万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最重要是你的安全，你能不能够安全回到家，这个是你自己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习惯，我是希望现在就是说，很多人是开始自己自动自发，你绑安全带。OK， 这样 YB 接下来我想再问多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一个外送服务或者是这样子 Grab 的这个电召车服务啦，因为这个生态在马来西亚已经很大了的，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的电召车服务跟一个外送平台的服务，会不会讲对马来西亚的经济有所帮助？然后它可能会不会带来一些比较负面的问题，是政府可能需要去解决的？我觉得这个是个大趋势，你也不能够阻止的。那个 gig economy 是不能够阻止的，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会要面对。马来西亚算一个比较快落实一些政策还有管制的一个国家，因为我们大概10年前已经开始在国会立法，有这个 gig economy， 就是最少这个电召车了，我们有这个法令，有一个 legal framework 去管制这些 e-hailing。你看香港最近才有，最近才是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也造成了很多 taxi 跟这个 e-hailing 的问题，现在才开始讲要管制。马来西亚是算比较早期的。我们整10年前也开始了。我记得我2018年刚刚做部长的时候，就是 start 这个 regulation，当时法令已经通过了，在国会，我们就开始落实这个管制。所以开始落实管制的时候，肯定也面对很多的阻碍，很多的反弹，很多不愿意的。他讲，我为什么无端端我要这么麻烦？我本来我什么都不需要，我有一个 driving license， 我有一辆车，我上那个平台我就可以了。e-hailing company 也反对，那个司机也反对，又要买保险啦，又要考 PSV 啦，对，又要给你那个注册啦等等。所以，但是现在他们都已经接受了。现在我们的那个PSV 的人数，其实 PSV 就是 Passenger Service Vehicle 的这个 license，我们也是简单化了的，整个过程都简单化了。现在我看最少有大概20万个人有这个 PSV 的，开这20万这样多有，大概全马有20万，单一间最大的都有10多万。哦，是哦，我不要讲什么公司啦，最大的那个都有10多万，它加上其他的最少20万。单单开 e-hailing 的，它有没有 active 这个是我们也很难说的，因为它是有时候是 part time， 有时候是 full time，我们很难知道。但是你有最少有 PSV 的人数呢，大概都有20万的。所以这个管制我觉得是对政府来说肯定是好事，因为最少我们知道那个 industry 有多少人，我们知道是谁，我们要做任何的政策或者任何的这个管制都有那个 database，就是已经规范化了。对，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有一个保障。因为当时你知道10多年前每天都吵架的，对 ，taxi 跟 e-hailing，对，你在一个地方，如果你2个一起去抢那个顾客的时候，一定吵架的，是有时候打架都有。所以现在有了管制，你就不能够说你 taxi 不能够说，这个犯法，它是有法令保护的，它是允许他这样的操作的，政府允许他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是好事了，从我的角度肯定是好事了，但是肯定还有一些设计讲，政府太多的管制，太多控制，所以我们慢慢都把这个整个 industry， 他看他的那个需求，我们都慢慢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简单化的。我们尽量的简单化，让他们更加容易。但是同时，你也是要帮助德士司机，传统的德士司机还有的，虽然他们的人数比较少，越来越少，但是传统的德士司机他也很难去转型到新的这个 e-hailing，所以我们也是要协助他们，各方面的这个 training 等等都要协助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马来西亚我们的一般上的生活来说，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现在你比如说你现在没有那些平台，很不方便，很多人就不方便了。对，特别是在好像你们年纪的年轻人的20-30岁的，你买东西，你吃东西，你要什么东西，上个手机，你一个平台，你 order 一下就搞定了，有人送来。如果你没有了这个，你的生活也很麻烦，对，你的生活也不方便。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必要来的，你不能够说这个烧灭这个 industry，我觉得它会慢慢会改变我们的 lifestyle， 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管制了，我觉得除了那个 rider 我们还没有管制，那些 food delivery 的我们还没有管制，我们管制只是 e-hailing，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不能够倒回头的，它一定是也有帮助到我们的社会。你比如说在这个疫情的时候，你没有这些服务的话，你就很麻烦了。对对对，它在疫情确实帮到很多人的生计啦。这样子，如果是讲像我们刚有讲到这一个送餐员，因为其实我们看在 social media 上面，其实都有很多影片，就是送餐员开那个摩托很鲁莽，就是造成很多车祸。这样子政府接下来会不会有进一步的管制，就是这些 rider？你看每一次我们要管制，肯定它也有那个反弹，有那个 pushback，所以其实讲要管制这个 rider 已经讲了几年了，法令已经差不多有了，但是我们也是要很多的 engagement。主要的现在我们管制他的公司，我们还没有说真正去注册那些 rider，但是公司我们知道是谁，所以从那个角度说，公司必须要那个责任，你必须要，因为公司 control 它的那个 system 嘛，它的 application， 他知道，比如说那个 rider 他从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他用多少的时间，为什么你说这些 rider 他有自己的讲法，说因为如果我没有达到那个时间，我被惩罚，我的 commission 被扣，所以我们尽量就是现在说跟公司说，你不能够这样的原因，你去扣他的 commission，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慢慢的下手，就是从公司那边下手，就是慢慢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可以这样子的话，最后想问的就是，因为目前马来西亚的电召车可能算不多。这样子以后政府会不会允许可能多一些公司加入这个行业？因为可能有一些公司它太大了，它会垄断。其实这个是一个错的想法，很多人以为马来西亚只有一间，其实不是，我们给了30多个 license， 就是 EHO， 就是做电召车的，电召车叫做 e-hailing operator，所以我也是很小心嘛，因为以前我还没有做部长的时候只是讲那个公司的名，其实电召车这个概念不是那个公司的 brand 嘛，它整个 e-hailing operator， 所以我们用的那个字眼叫做 EHO，e-hailing operator，e-hailing operator 我们出了30多个 license，但是的确一间公司比较大，它的那个车它的那个driver 比较多，它最少有整个市场有70%到75%，还有其他的比较小的，但是并不是说没有其他的选择，的确有很多的选择，但是我们也是同时要每一个公司呢，它也必须要根据我们的法令来做，就是必须要有这个 PSP 有 EVP，它有确保它有保险，确保它的那个司机有 license 等等。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这个管制的？因为如果你没有管制，连那个司机有没有 license 你都不知道。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马来西亚其实是有很多选择的，这个 application 方面，肯定会不允许其他的人进来，我们都开放的嘛。你任何人可以，任何公司可以达到那个条件，我们都可以给 license。其实有一间从外国的进来，应该是今年才开始的，有一间新的公司，一个从 Europe 新的公司进来，它都是一个国际的品牌，它已经进来，我们也允许，只要符合条规，它就可以进来。对。好，这样子 YB， 我们想问你一下，就是 JBJ 呢，还是 MOT 呢？他们在未来对这个 infrastructure 还有就是的那个 planning， 还有一个策划，有什么东西可以透露一下给我们知道的？我们现在目前比较多或者比较关注的都是铁路的发展。铁路的发展肯定在西马半岛越来越多。除了我们在吉隆坡你们熟悉的地铁地铁也会增加，因为 LRT3 也差不多完成了。还有我们现在谈就是可能是 MRT3，MRT 就是 Circle Line， 吉隆坡的 Circle Line。但是除了巴生谷一带，我们接驳整个半岛的有这个新的东铁了，多1-2年就会完成了。我们还有到这个 JB 这个双轨道，今年也会完成的。所以很多地方我们是希望用铁路来连接，就是除了我们起更多的 highway，我们铁路的发展也非常重要。铁路的发展我们要鼓励更多民众用火车，来去 travel，不单只是人，我们也要载货。
我们的 cargo 也要用火车来载，因为如果你 cargo 可以用火车来载呢，你可以减少一些 lorry 在路上。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主要打的政策。所以未来5年到10年，我们希望就是那个关注力呢都放在那个铁路的发展。所以铁路的发展还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发展的计划。所以我们很多，比如说交通部的很多的发展的这个拨款呢，都是放在铁路的。因为铁路你不单只是要起铁路，你还要买火车。你看铁路的发展呢，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你政府一定要带头了。因为很少私人公司要去投在那个铁路的发展。对，因为那个成本太贵。很难去赚钱。所以你不同跟电召车不同，电召车我们不需要政府来做，有很多私人界可以做，个人都可以做。那铁路不同，铁路你必须要铁路轨道，那个 track 要起那个 track 是非常贵的，你要 signaling， 你要 electrification， 你要火车，所以这些都是必须要政府去做，所以政府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方向呢，都会在铁路的发展。对于你说，比如说车辆的发展，车肯定现在比较一个新的 trend 就是 EV， 就是 EV 的发展 ，EV 我们也是配合我们其他部门的一些政策，比如说 MIDI 他们也是要发展这个 EV 的 industry， 所以交通部也配合。我们比如说我们的那个 road tax 给 EV 的 road tax 也大大的减低了。对，去年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政策，我们减低整个 EV 的 road tax。虽然现在 EV 你还不需要给 road tax， 到去年你还不需要给 road tax， 但是以前我得到的几年前我得到的一个 feedback 说，虽然那2-3年不用给，但是你以后你的 road tax 很贵嘛，因为他用的那个算法都是非常高。对，所以我们就是已经有调整，所以整个 EV 的 road tax structure 已经改了。对，非常的便宜了，非常的便宜的，除非你买到那种高马力的车。那些如果你有能力买过100万的车，那个你就给多一点的那个入税，这个是应该的啦。但是你普通的车，比如说10多20万的这个 EV 的，整个入税的那个价格都非常低。所以这个也是配合我们政府的政策，鼓励 EV 的用途。但是 EV 的发展，我看马来西亚还是比较慢的成长力，因为第一，我们你看现在 EV 的这个 population 只有几万辆。对，今年上半年是1万多辆，16000多而已。1万多，虽然它的成长率是超过100%，对，因为它的 base 很低嘛。对，它 base 很低。去年的是应该是卖几千辆而已。去年应该也是全年是2万多啊。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接近15000到16000左右。其实从去年开始才多，对，2022年、23年都是很低的，它的 base 很低的，几千辆而已的。所以现在的那个 brand 比较多 brand 进来了，加上我们马来西亚现在也要出这个 EV，那 Proton 也有了，Produa 也要出这个 EV 的，所以它肯定的 EV 的那个 population 会慢慢增加，但是我短期内我不觉得它会取代这个ICE 的车，因为最主要我们的汽油的价格还是便宜，对昨天还降低，是，对，还降低，所以目前来说，EV 的这个成长力还是会慢的，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但是我们还是会鼓励的，政策上会鼓励，所以我们 road tax 减少，连车牌也给新的，一个新的车牌，特别的车牌，根据 Europe 的方式的那个车牌，但是以后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主要也是要注意的，虽然那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慢的，就是 AV，就是 autonomous vehicle， 对，OK，autonomous vehicle 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一款，虽然目前来说我们比较有做这个 pilot 的，只是做巴士的 autonomous vehicle，但是我们在交通部还是要去看那些法令的一些规划，对 legal framework 来做这个 autonomous vehicle。对，这个其实是比较多是责任到底是在车上面，还是在司机上面。对，所以你们应该是专家，这方面要多给意见给我们。可以，怎样来？没问题。OK， 然后还有就是像 EV 的这一个 incentive tax free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明年会不会继续这一个 tax free 的？我不能够代表其他部门讲，因为这个有没有听到音？这个是 MIDI 的，对 MIDI 的这个政策要不要给予？但是我觉得政府还会鼓励的，因为这个的确它是一个转型，一个 transition，因为符合我们的那个国家这个
电能的转型，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所谓的National Energy Transition Roadmap，就是整个国家的这个用量，电的用量都要转型，从 DNB 我们的那个发电的那个功能，发电的方式都要转，我们用比较多是煤炭嘛，对，现在要转 hydro power 啊 solar power 等等，比较 renewable energy。如果你说 carbon emission 最多就是车，飞机、船，这些是最多 carbon emission 的，除了厂啦，但是 carbon emission 现在政府方面我们也鼓励 EV bus。但是它的问题就是第一，你整个 EV 的这个 industry 还不算是很成熟，特别是在马来西亚，因为我们还是面对很多的障碍。第一，它的价钱比较贵，你比如说我要买一辆新的 EV bus，Barcelona 要买一辆新的 EV bus，最少要150万，如果你的传统的 diesel 最多是60-70万，你的那个价格超过2倍。第二，它的问题就是它的那个 charging facilities， 我们要投，比如说那个 depot， 要整个 depot 可以 charge 那个巴士的，你要重新做过整个 depot， 重新规划，加上那个电能来的，DNB 也是要投，也是要配合，不然的话它的那个电能也不够，它插进速度也不够快。对，所以很多这些环境呢还没有成熟，但是我们也会慢慢去做这方面。可是我们现在马来西亚的这次发电，我相信还有超过58%是在用碳发电，应该是在70-80%还是煤炭发电。对。所以我们现在要转了，就是那个 National Energy Transition Roadmap 就是要转，就是 TNB 的那个发电的那个用的这个方式就是要改，所以这个就是要煤炭就是要减低了。所以就是我自己本身猜测啦，就是很大可能明年还是会有这一个 EV 的 tax incentive。这个你可以猜测，没问题。我自己猜啦哈，因为如果是政府还要继续鼓励这个 EV 的发展，你可以猜没问题。这个。但是接下来我在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可能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政府会不会有立法，就是马来西亚卖的车必须要有强制安装一些安全配备？就例如讲，现在可能政府的法规是2个 airbag， 可能以后要增加到 standard 6个 airbag。或者是这个ABS 跟 ESC 是所有的车子的标准配备。其实这方面我们都有慢慢的都是落实很多新的一些措施。我们在交通部里面下面有一个主要的一个 agency 叫做 MIROS，MIROS 就是帮我们做研究，什么新的措施 safety features 需要的，所以他们也是一个 authorized body，它可以做 NCAP，就是规定那辆车能不能够 pass crash test 啊，有什么措施啊，所以通常都是 MIROS 给予意见给交通部，什么新的 safety features 必须要安装在新的车，所以这些都是慢慢我们会逐步一定会增加我们的安全措施。但是你知道厂商的肯定说你要我安装什么都可以，但是你的成本就贵了，我卖给乘客的这个成本就贵了，所以这些都是，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说 safety features 是很重要，这个不能够 compromise 的，所以这些一些 basic 的 safety features， 比如说 airbag，这些是很普遍、很需要的东西，ABS 这些都一定要装的，所以我们都是根据 MIROS 的这个他们的建议，我们来落实。那最后一个东西就是我不知道这个 Lemon Law 是不是 under JBJ 的管辖呢，还是应该是 consumer 的那一个部分？不是 under JBJ， 不是 under JBJ。这样子受发你们在有没有在讨论关于这个 Lemon Law 来保护这一个消费者的这个利益？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已经在进行中？消费者的利益肯定是在这个贸销部那边管理，因为我们都有那个 consumer tribunal， 都是在这个贸销部他们的属辖范围。在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因为马来西亚你知道我们的这个整个政府的这个 structure，它有很多不同的部门，虽然我们都有合作，所以尽量现在我们要尽量做到的就是政策上必须要符合。有时候我们的政策不是一致的，就是造成很多的矛盾，很多的问题。对，所以你往往以前最大的这个毛病呢，就是政府很多部门都是silo的。他是我看我自己的那个条例，但是你没有考虑到其他的部门的条例，所以现在我们尽量的去 harmonize，所以但是那个管制，比如说消费者的这个利益管制，就是不是在交通。OK， 这样子的话，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就是系统。OK， 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 One Malaysia 的一个什么那一个注册一个 ID 的系统啊，对不对？Malaysia Madani 的啊，是 Malaysia Madani 哪一个系统？就是我们人民全部去submit我们的 data 进去。那个 My Digital 啊 ，My Digital 对，这样子在 My Digital 上面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 app。
MyPDR 对一个 app，然后 MyJPJ 一个 app，然后呢 MySeaGup 又一个 app，然后我们给这个费用就在这边，给这个费用在这边，给一个费用在这边，反正在人民的角度上面，这个就是全部都是对政府的。的确理想是这样。My Digital 它本身不是一个 app， 它是一个 login。我们要做到的是 single login。对，就是说我自己我也忘记我们很多的那些 apps 的 password， 是，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所以政府推出这个 My Digital 的，它主要都是要成为一个 single login，就是你用这个就是可以 login 任何的这个 apps 啊，对，用同一个 password。所以这个还进行中。现在目前来说有200多万人已经注册了这个 My Digital。政府还没有强制一定要注册，但是我们都会鼓励现在。但是这个就好像我们的身份证，我们要的那个概念就是好像我们的 My Card，对，就是 My Digital ID 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 ID 了。但是你要做那个过程不简单。你每一个人要做那个 eKYC，你需要，因为很多人还是不懂是什么 eKYC 嘛。你做每一个 apps， 你要做很多的这些 integration 是很麻烦。所以的确是我们知道马来西亚有很多 app 现在，但是我们尽量都现在是去 integrate 它。举个例子，现在我们在交通部最重要的 app 是什么 ？MyJPJ MySeaGup 不是 app 来的，MySeaGup 是我们后面的系统，它 backend 的那个 system。MyJPJ 是我们的主要的 apps。现在 MyJPJ 你可以做什么呢？MyJPJ 就是你的 digital license，你的 digital road tax。对。你要还你的license，还 road tax， 全部都可以在 MyDigital 做。加上你还3万也可以在那边。所以基本上现在你一般上你没有那个必要去到 JPJ 的 counter 了的。但是我有一点莫名其妙，还是很多人去排队的，还是很多人，比如说你还license，其实你在 MyJPJ 可以做的。开始有很多了。现在我们看到那个 trend 已经从去年开始，现在今年更多用 MyDigital 来还。最主要的那个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减少 counter service， 对，就是减少人民去排队。并不是说我们要关那个 counter， 我们关的 counter 还在，但是 counter 往往我都知道很多人去投诉说，我等很久，是我去一个 JPJ 要整几个小时，对，早上去排队8点到12点都还没有排到我。但是你很多东西其实你 MyJPJ 可以做了。我很多东西已经是能够做的东西，我全部都是 digital。但是很多人还不习惯，连比如说现在 payment 我们尽量用 open payment system，尽量跟用这个 e-wallet。e-wallet 马来西亚你免不了，我们最大的有几间 e-wallet 啦，我如果讲一间出来就不公平啦。但是主要的还是最重要的一间还是一间啊，你知道哪一间比较大的啊，比较大的，对，它另完了，它的 database 比较多，它 eKYC 也很广。所以现在，比如说现在你是没有用公共交通啦，我刚才我们谈完了，你问任何一个同事，我肯定你这边的同事肯定有一些人用公共交通的，你50块1个月，你可以任打。Unlimited 这个政策我们6年前推出来的，2019年推出来的，现在50块1个月你可以任打，非常的便宜，MRT、LRT、Monorail、巴士都可以打。以前我们推出来的时候，我们用My Card，要确保他一定是马来西亚公民，你每一个月你到了30天，你要去 renew， 你要去排队，现在连排队都不需要。现在我们用一张卡来 tap， 那张卡呢满了30天，你可以用你的 e-wallet 来 renew，用你的手机就可以 renew 了。renew 在你的卡里面了 ，OK， 所以你连排队都不需要了。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那些服务呢，都尽量去 digitalize。能够数码化可以做到的，就是数码做，对，不需要去排队，不需要去 counter，对，所以这个就是要多人去使用。对，我们要尽量宣传一下啦。对，就是 Ivan 宣传不够了。是我的错。这样，YB， 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上我们的节目比较轻松，还是上卢卡斯的节目比较轻松？这样你的问题比较多是关于部门的问题了。他的那个方式不同了，很难去做比较，大家都有不同的这个色彩。因为他的也从政治角度、从社会角度，你的是比较多是这个关于这个行业的，所以比较专是在交通的领域了。可以啊，这样就谢谢今天 YB 就特地抽空来我们的节目回答我们这些问题啦。好的，好。OK， 如果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其实可以请观众 list 下来啊，记得啊，就是要打广告一下。记得如果那个 MyDigital 也可以 log in 在 MyJPJ，你用 MyDigital 可以 log in MyJPJ。OK， 我们要 integrate 那个东西。所以你用 MyDigital 就可以 log in MyJPJ 了，而且 MyJPJ 可以做很多不同的 transaction。你要还license还 road tax 不需要去排队的。对，因为这个MySeaGup哦，其实我是 MyJPJ ，MyJPJ 我也是需要跑去 JPJ 先注册第一次罢了。对，当时
可以去报收费是吧？我看现在已经很多，我们麦杰 BJ 的现在的那个用户呢，已经达到1300万人。所以第一次开始的时候肯定有一些麻烦，是，但是现在那个已经是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了。OK 好，这样子还有什么广告要打吗？没有，主要就是这个了。主要是这个。OK， 道路安全绑安全带最重要。好，现在我们就谢谢 YB，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面留言啦。OK， 这样子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内容了啦。这样子记得在节目结束之前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这样子再次谢谢 YB 抽空来我们的节目。这样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拜拜。